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楚楚的频道。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呢，我们总能看到来自美国的好消息，说他们的通胀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CPI 数据一次比一次好看，听起来经济好像是一片向好。但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打开社交媒体，看看那些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们的动态，或者刷一刷海外华人论坛，就会发现画风完全不一样了，铺天盖地的都是在吐槽，说现在的物价简直高得离谱，日子过得紧巴巴，感觉钱包被掏空。这就让人非常纳闷了，一边是看似降温的官方数据，另一边却是民众滚烫的真实感受，这中间巨大的温差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美国老百姓的钱究竟在不知不觉中被什么给偷走了呢？今天楚楚就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结合我从各方面了解到的信息，带大家一起来深挖一下，揭开美国物价背后那个被数据美颜过的惊人真相。对于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们来说，现在最能触动他们神经的，可能早就不是什么总统大选的唇枪舌战，也不是华尔街股市的涨跌起伏了，而是他们每天走进超市时亲眼看到的那一个个不断跳动的价格标签。这种感受是冰冷的统计数字永远无法描绘的，它活生生真真切切地扎根在每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里。我们来想象一个最普通的场景，你走进超市，想买一箱牛奶、一盒鸡蛋、一袋面包，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但当你拿起它们，看到价格时，可能会倒吸一口凉气，或者你只是想在下班后偷个懒，随便在快餐店点个汉堡薯条当晚餐，结果一抬头看菜单，发现价格比上个月又悄悄涨了好几美元。那种感觉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无力感，这才是真正扎心的痛。我收到了很多在美国的朋友的留言，他们都说现在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让人避无可避。我们就拿餐桌上最基础的两样食材，牛肉和鸡蛋来说吧。牛肉，这在美国人的餐桌上几乎是刚需般的存在，无论是做汉堡的肉饼，周末烧烤的牛排，还是路边摊的热狗，哪一样能离得开它？可就在过去这几年里，牛肉的价格简直就像坐上了火箭，一飞冲天。很多朋友都感慨，以前花同样的钱能买到的一磅牛肉，现在可能只能买到一半，甚至价格翻了一番都不止。鸡蛋就更夸张了，前段时间禽流感爆发，直接引爆了鸡蛋危机，价格翻着倍的往上涨。很多人开玩笑说，现在去超市买一打鸡蛋，都能买出心肌梗塞的感觉。面对这样的物价，很多家庭的无奈之举是什么呢？就是干脆不吃早餐了。这种为了省下一顿饭钱而被迫做出的改变，已经悄然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新常态。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物价环境，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敏感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得更长一些，会发现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事实。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计算，从10年前，也就是2015年到现在，美国的整体物价水平上涨了超过 35%。 朋友们，你们没听错，是超过1/3。这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就是10年前你手里的100美元能买到的东西，放到今天，你可能得掏出135美元甚至更多，才能勉强买到差不多的分量。而且请注意，这还仅仅是一个平均数，许多我们每天都必须接触的生活必需品，其涨幅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我们再看看短期数据，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仅仅在过去4年里，食品的总成本就飙升了超过 25%， 而反映生产成本的批发价格指数也上涨了接近 20%。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供应链，成本都在疯狂上涨。餐馆老板去进货，发现什么都贵了；美国老百姓去买菜，发现钱包越来越不经用了。也许有人会说，那既然出去吃饭这么贵，自己在家做饭不就行了？没错，这确实是现在绝大多数美国家庭的选择。以前可能到了周末，大家还会想着出去下个馆子，改善一下生活。但现在呢，更多的人选择在家里自己开火。可问题在于，超市里的食材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啊！你买回家的牛肉、鸡蛋、面粉、蔬菜，价格全都在上涨。
这么一来，辛辛苦苦在家做饭省下来的那点钱，可能并没有比出去吃便宜多少。甚至有人开玩笑说，现在这个物价，想靠在家做饭来省钱，都快要成为一种奢望了。因此，当你看到新闻里报道的美国官方通胀数据，比如说最新的 CPI 月率可能在 2.7% 左右，你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好像还行，没那么吓人，对不对？但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却是截然相反的，口袋里的钱是真真切切的越来越不经花了。这是因为那些所谓的平均数据把油价、房租等近期涨幅没有那么剧烈的因素也算了进来，从而稀释了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的真实涨幅。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关心的不是那些冷冰冰的经过加权平均的统计数字，而是今天早上买早餐是不是又多花了2美元，每周去超市大采购，是不是比上个月又多花了几十美元。说到美国物价上涨的冲击，除了美国普通家庭，感受最痛苦、最深刻的其实就是餐饮业了。大家要知道，美国的餐饮业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高成本、低利润的行业，很多餐厅本来就是靠着薄利多销在勉强支撑，结果这一轮物价全面飙升，就如同雪上加霜，直接把许多中小型餐馆推到了生死存亡的绝境。大家千万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现在在美国要经营一家餐馆，如果没有一颗钢铁般的心脏，那分分钟都有可能被巨大的成本压力给压垮。我们先来看看最基础的食材成本，牛肉、鸡蛋、奶制品，这些最核心的食材价格通通在上涨。汉堡里的那块牛肉饼，牛排餐厅的肉圆，早餐店的煎蛋，沙拉里的奶酪，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菜品，它们的成本都在成倍的增加。就连街边最普通的三明治，现在也比以前贵了一大截。那么，餐馆能不能通过涨价来转嫁成本呢？理论上当然可以，但现实却很骨感。价格一旦上调，很多对价格敏感的顾客立马就掉头走人了。毕竟，虽然现在去超市买菜也很贵，但总归还是要比在外面吃划算一些。这就导致餐馆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涨价吧，怕没有客人来，生意做不下去；不涨价吧，自己就得硬生生亏损，最后亏到血本无归。更要命的是，除了食材，那些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隐性成本，比如外卖用的餐盒、吸管、纸袋、餐巾纸，价格也都在飞涨。一家餐厅每天可能要用掉几百个外卖包装，一年下来，这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在过去，这些耗材可能只占总成本的不到 5%，但现在随着价格上涨，它直接就把餐厅那点可怜的毛利率给压缩得一干二净。对于餐馆老板来说，这种蚂蚁搬家式的成本上涨，比一次性的大幅度涨价更可怕，因为它让你每天都在持续的流血，却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止血方法。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利润，在正常情况下，一家餐厅的毛利率应该维持在 10% 到 15% 之间，这样才能算得上是勉强安全的。可现在呢，根据行业报告，普遍的利润率只有 3% 左右，甚至更低。朋友们，你们没听错，辛辛苦苦卖出去100美元的餐费，最后能落到老板口袋里的，可能还不到3美元。这都还是在老板们拼命精打细算、极限操作下的结果。大家别忘了，光是支付员工的工资，就随随便便能把这点微薄的利润给吞噬得一干二净。换句话说，现在美国有大量的餐馆，他们只是在勉强维持运营，根本不是在真正的赚钱。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了，美国不是有很盛行的小费文化吗？小费难道不能帮餐馆多赚点钱吗？答案是，还真不行。在美国的文化里，大部分小费都是直接给服务员的，属于服务员的个人收入，餐馆老板自己能拿到手的部分其实非常少，所以餐厅的生存和盈利最终还是要依靠卖出餐食本身来赚钱。当食材贵、耗材贵、人工也贵的时候，小费制度根本无法拯救整个行业的困境。我们刚才说到，很多美国人因为餐馆的价格太贵，干脆选择回家自己做饭了。这个选择听起来好像是解决了问题，对不对？但这一个看似聪明的举动，非但没有真正帮他们省下钱，反而把家庭的开支压力悄悄地转嫁到了另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你回到家里，一日三餐都自己动手解决，
你用的就不再是餐厅提供的一次性餐具了，而是家里的各种家用电器和日常用品。当这些东西的使用频率急剧增高之后，它们的磨损速度就会比以前快得多。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将不得不更频繁地更换它们，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来举个例子，一个家庭以前可能一周会出去吃3、4次饭，家里的电磁炉、烤箱、洗碗机，平时可能只是偶尔用一下，所以一台电器用上好几年都没问题。但现在呢，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日三餐大部分都在家解决，烤箱可能天天都要用来烤面包或做菜，洗碗机可能一天就要运转2、3次。你觉得在这样的高强度使用下，这些电器的寿命是不是会大大缩短？答案是肯定的。而一旦它们坏了，需要更换的时候，真正的麻烦就来了。因为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这些家电，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购买新的家电本身进口成本就不低，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你可想而知，这价格肯定便宜不了。事实上，普通美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很大一部分物价压力，都和中美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直接挂钩。很多人可能觉得国际贸易、关税壁垒，这些都是新闻里才会出现的宏大叙事，离自己的生活10万8千里。但实际上，你厨房里那个任劳任怨的电饭煲，客厅里那张舒适的沙发，孩子书桌上那盏明亮的台灯，它们的价格标签背后都默默地承受着这场关税战带来的冲击。我们先来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逻辑链条。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其表面上宣称的理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建立起能够完全取代中国制造能力的庞大产业体系。这就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那些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美国进口商，他们无法承受这部分新增的关税成本，只能选择把这些成本转嫁到下游的零售商，而零售商最终会把这笔账一分不差的全部算到我们消费者的头上。更要命的是，这不仅仅是影响某一件单品，而是一整套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从厨房用品到卧室床品，从洗手间里的小家电到车库里的五金工具，几乎都深深地烙上了中国制造的印记。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恶性循环。美国人越是想通过在家做饭来省钱，就越是需要频繁地使用这些家居用品，用的越多，坏的就越快，坏的越快，更换的就越勤，而每一次更换的背后都意味着一张比以往更加昂贵的账单。而且大家别忘了，美国从2018年之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虽然经过数轮调整，但主体部分依然存在，很多商品的税率都高达 25%。 这些数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听起来可能很抽象，但只要你把它换算成你购买的具体商品，比如一台微波炉、一把螺丝刀或者一个鞋架，那它就一点也不抽象了。它直接决定了你今天购买这件商品是否要比几年前多花几十甚至上百美元。那可能会有朋友问，美国政府难道不知道这些关税最终会由自己的民众来买单吗？他们当然知道。问题在于，在很多政客的考量中，民众买东西贵不贵，可能并不是他们最优先关心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关税来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我们刚才聊了美国的物价飙升问题，关税就像一道道枷锁，锁住了每个普通家庭的钱包。可你以为问题只出在那些日用百货上吗？实际上，一个更大、更隐蔽的麻烦在于每天都离不开的吃这个字上面。谁都知道美国人离不开什么，汉堡、牛排、薯条、番茄酱，这些基本上可以算是美式餐桌上的标准配置了。但你可千万别以为这些构成美国人日常饮食基础的食物全都是由美国自己生产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美国虽然号称是世界第一的农业大国，但它的农产品结构其实有点特殊，很多关键的食材品类都严重依赖进口。咱们就从最具有代表性的汉堡说起吧。一个标准的美国汉堡，牛肉饼是灵魂。可问题就在于，美国虽然是牛肉生产大国，但为了满足国内庞大的快餐消费需求，他们仍然需要从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家大量进口牛肉。结果呢，近几年国际贸易关系波动，
再加上全球海运成本居高不下，牛肉的进口价格就一路飙升。我们再来说说番茄，美国餐桌上随处可见的番茄酱、披萨酱，它们背后所使用的很多原材料番茄其实都来自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它几乎就是美国的后院菜园子。然而，一旦两国出现贸易摩擦或者运输环节不畅，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还有一个更加隐形但影响同样巨大的例子，那就是咖啡。很多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必须喝一杯咖啡来开始新的一天，可美国的咖啡豆几乎是完全依赖进口的，主要的来源地是巴西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不巧的是，近几年产地气候变化导致咖啡豆产量下降，再加上国际运输成本的飙升，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咖啡价格一涨再涨。聊到这里，很多人心里肯定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政府不是每个月都会发布权威的通胀数据吗？为什么和老百姓的感受差异那么大？简单来说，就是统计学上的那个平均数往往会掩盖掉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痛点。我们前面提到，最新的 CPI 月增长率在 2.7% 左右，而剔除掉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在 3.1% 左右。这些数字单拿出来看，听起来好像还行，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些数字是一个加权平均数，它是把所有的消费品类，比如近期有所回落的油价、涨幅不大的房租以及涨幅惊人的食品，通通打包在一起进行加权计算，最后得出了一个看似温和的最终结果。这就像一锅大杂烩，里面有涨得飞快的菜价，也有跌下来的油价，平均一下，这锅汤的味道就显得温和了。但我们老百姓吃饭是得一盘一盘菜地买单啊。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点是 CPI 本身的计算方法。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在食品上的开销占比往往要大得多。也就是说，统计报告里那个岁月静好的平均家庭和现实生活中那些正在为下一顿饭发愁的低收入家庭，过的完全是两种日子。所以说，官方数据或许可以用来安抚金融市场，但它却安抚不了老百姓的胃。说到底，我们会发现，美国的物价问题，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困境之网。从我们餐桌上最基础的牛肉、鸡蛋，到家里更新换代的家用电器，再到底层逻辑里的关税壁垒，以及被扰乱的国际供应链，这些因素层层嵌套，就像一道道无形的锁链，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给紧紧地锁在了一起。餐馆在生死线上挣扎，家庭在透支着未来的预算，而官方数据和现实感受之间的鸿沟又大到让人难以置信。最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感受到的只有一句话：钱是越来越不经花了。那么未来会怎样呢？坦白说，答案并不乐观。要想真正的有效的缓解通胀压力，美国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立刻降低甚至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只要关税这把枷锁一放宽，大量的进口商品成本就会应声下降，市场上的零售物价自然就会随之回落。可问题恰恰在于，这条在经济上最明智的道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走起来却显得非常别扭。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社会可能要面临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物价降不下来，生活成本持续高企，而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却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家庭只能继续削减非必要的消费，让省钱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聊到这里，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也想听听朋友们的看法。你觉得美国目前深陷的这个通胀困境，真的能单单依靠美联储加息，或者依靠那些看起来越来越漂亮的官方统计数据来解决吗？还是说，只有彻底调整那套损人不利己的关税政策，重新去梳理和尊重全球化的供应链，才有可能让老百姓的日子真正过得好一点，更现实一点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互动。如果你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自己，他们应该立刻取消那些不合理的关税，让老百姓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请在评论区回复数字1。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根子更深，
是整个全球供应链出了问题，需要的是更长期的结构性调整，而不仅仅是取消关税。请回复数字2。当然，如果你有其他更深刻的见解，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畅所欲言。大家的每一个想法都非常宝贵。如果你觉得今天楚楚的这期分享对你有所启发，请别忘了给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关心物价、关心生活的朋友们。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为大家深挖真相，带来更多优质内容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